Among all other islands over the world, Taiwan has the highest density of mountain peaks. Besides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East Asia, Jet Mountain, there are 268 peaks over 3,000 meters high. In recent years, outdoor activities have exploded in popularity, and thus, backpacking has become popular over Taiwan. But in this documentary series, I won't be introducing any particular mountains. What's more interesting to m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ideas about the mountains. I'm a director. I love mountains. This is Shen Qi. I submitted Hehuan Nose Peak in 2012. In the last 3 years, I submitted over 50 mountains. They all belong to Baiyue, the 100 peaks of Taiwan. When people say they are going to Jet Mountain, we would assume they are aiming for the peak. Such assumption is challenged by a group of hikers I met recently. They go up on Baiyue, but don't aim for the peak. The leader of this particular team is called Tong Zhushen. 我最开始不攻顶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搞屁啊，就是为什么你都快到了，而且你体力又 OK， 为什么你不上去看一下？一开始是蛮有压力的啦，因为山顶就是拿孩子一起拍照啊，或什么，我会觉得整趟过程中我好像都在赶路。When I decided to document Zhu Shen and his team, I started to wonder what was waiting for me.看我以为他们是这是比较给不攻顶的团队，竹生一行人在前面，我们已经汇合。刚才大家在登山口狂聊了一波，感觉起来是一个蛮欢乐的团队。就是超重，如果你输的话，超比长的。不能看，至少25。不要快，不可以偷看啊！赶快比长。怎么这么短呢？不要作弊吧！没有我就马上踩来。就我一个，我终于，我还有点担心。要跟南科比啊！唐飞哥你就死定了！不然手下留情。不是，哎，角度要角度对啊！你们少选个屁啊！角度低一点，要角度低一点。身体都要冷掉。没有，不算那个练习。放炮。我的手快断掉了。我以前做精品业，这样每天上班看业绩，竞争力又高，而且现在科技真的太发达，老板想找就可以找到你。然后所以我就不想要被任何同事跟老板找到，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要去爬玉山。然后等到我老板说，哎，你为什么这2天没有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老板，我去爬玉山了，这样。然后老板就会很高兴说，啊，你去爬玉山了？然后就整个没有人在管我的工作，所以之后我就告诉我老板说，我喜欢爬山。但你现在没有老板啊？我现在没有老板，但我现在没有老板之后，我就也很喜欢爬山。在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收讯，你也不用想任何事情，就是走路、吃饭、睡觉，就这样就好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舒适的时间，下山之后，你就会觉得又有一点力量，可以去计划你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前面又没有人，要有人啊！你想被拍的？你帮我好丑，我不想拍你呀、我可以拍正面啊。你正面更丑。我跟你讲，跟他讲5分钟话就想生气了啦，你差不多要生气了。不是你们一天过后不骂。这个团体重点就是我就是大家的开心果，所以他们都很希望我可以参加他们的行程。这么直接？对，不能没有我嘛。我觉得我是我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啦。走了，每次都带给大家欢乐，散播欢乐，散播爱。因为我叫林文琪，然后大家都叫我麦克，然后本人直接是那个完蛋，重来。好 ，keep bro， 随便你想。好，再一次。好，来，我们 keep bro 来自我介绍一下。有人带这个东西上来，要秀给他导演。这个不要拍进去。可以。到底是谁带铁锤啊？他带铁锤。哦，他带铁锤，不带内脏，不带瓦斯炉，不带锅子。那你背了多重21.6。哇塞！这样 ，OK。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someone bring a hammer up on the mountains, especially with the current trend of lightweight hiking. 来，铁锤上场。好丢脸，在这边用铁锤。 To be honest, it was really good to have a hammer. But who would want to carry such a heavy tool on a hike? 那边帮我打好不好？有要帮我背不要，你真的不要，你不要答应他。这太白痴了。不要拿，太丢脸了。竹生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毕业以后有一阵子不知道干嘛，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来爬山啊。我认识竹生是因为我去柬埔寨的时候，然后柬埔寨的民宿的老板的朋友介绍了一个摄影还蛮漂亮的人给我。竹生就是刚去斯里兰卡拍了一组很漂亮的照片，他就把这个人分享给我，所以我就 follow 他。那我就没想到竹生有点不要脸，他就敲我了这样。他说：“哎，你照片拍得很漂亮哎。”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想干嘛？撩我？对，想撩哦。”然后我就不回他话。欲擒故纵。直到有一次，他照片真的拍到他太漂亮，我被吸引到，我说：“哦，好漂亮。”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结束，然后女朋友跟我分手。那时候我爸要过世，然后我心情很差，我朋友就揪我去尼泊尔爬山。那我们这样绕一圈回来之后，我就跟我朋友说，那我们就回台湾，就一样继续登山。其实我登山的伙伴很多啦，大家都是连来连去的。反正就是我会到处问，有人要上山，那就一起，然后再认识这样。竹生是我算同事的学长，他是我以前的朋友，他是我同学的前同事的学长。我其实蛮喜欢这样，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彼此认识，而且通常都蛮处得来的。不好喝吗？喝完，我还被撸到。我刚抿一口而已。嘉旭，你有没有带那种落晒药啊？没有，我有。确定哦，绝对不会止泻哦，这感觉落晒。太甜味，说感想哦。这样有。
哎，这个就是神马镇。看到神马镇山。他们上去了，那我要不要来装体力一下？上去啊，上去啊！神马镇山多漂亮！我要过去喽。我们爬那个3分钟，那个叫什么神马镇山？对，就是在下面就没有人说就是漂不漂亮，只有说就3分钟就到了。光时就到了。对，100公尺就到了。啊，3分钟而已。还在纠结？去啊，去啊！要去就去，一直在那边。我不能揪一下，我就喜欢揪一下。 100公尺又不是1公里。啊，上去。你们刚刚去哪？神马镇山。神马镇山感觉如何？家徒四壁吧。就是没有景，没有东西，没办法答应，下次不会再去。1到10分给几分？0分。我说3分钟那就好，一上去我就想说，怎么上去啊？3分钟听起来就感觉不好看。那我一方面也是觉得说，山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吧，没有攻顶上去就不可能会知道它上面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对我来说也是神马镇这个旅程一块记忆的可能拼图或者是拼象这样子。刚开始都会攻顶，河湾北啊、雪山那些都会攻顶，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比较享受那个过程。登山人普遍都是挑战攻顶嘛，然后我们的确是比较不一样，而且大家感觉也蛮乐在其中的，没有人会因此觉得说哦好可惜哦，或是怎么样。攻顶的话会是另外一个心态啦，就是要很对自己很严谨这样子。如果都要依计划进行的话，真的会蛮紧绷的，然后一切都要很精准，比如说就算带的食物，然后重量控制那些的。对我来说，要不要上去没差，因为征服山也真的不是我的目标。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的是，你会每一次上山，你都会认识到新的不一样的朋友。因为我以前5年都在同一个生活圈，我觉得很无聊，就很想拓展生活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喜欢那种大家聚在一起、玩在一起的感觉。嗨，好了，有没有人帮麦克拍一下？相机借你，我相机借你。来，啊，这个我不行。用我的。好，来背。背那么丑啊！好了，你不要背，面对我。3、2、1，好了，这边。没感情。没有碰到。你第一次百岳不登顶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是去走那个奇来主北，北风下来要上去主峰的时候，清晨太阳就是照到金黄大草原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边非常漂亮，我就跟我同伴说，你们先上去，我就一直在那边看那个景。那时候一个人坐在草原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平静的，什么都不想。因为我以前其实生活过得没有很好，家里状况或者什么。现在回头看以前拍的照片，我会觉得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灰暗，可能就是一个框景，然后就只有一个小小一个人，我会觉得那种景色是相对的比较孤单啊，或是什么样的那种东西。
说摄影师像是一面镜子，就你为什么会拍它，我觉得都跟自己内心某部分是有关联的。我现在就拍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很快乐。Someday I'll be so far away. Before I fade tonight, we've got to fly. You said you are so afraid. I say go straight, don't look back. We go to everywhere we've never thought. No matter how much we've depend, even those girls 现在要到最后的碎石坡，玩这个就到最美丽的群谷。show me the way. I won't give up anyway. Light up my everyday. 好在今天风和日丽，不然如果是在湿的天气，这一段就非常的滑。这里哦。During the no submitting trip,
What I want to do the most is to pour a cup of coffee in the Nanhu Cirque and spend the hours without doing anything. But it's not a waste of time. On the contrary, it's amazing. When I was filming Zhu Shen, he said he's happy now. I was quite touched when he said that. How many people can say it so frankly? And I would also ask myself, am I happy now? What about you? Are you happy? I wouldn't care, 'cause I could picture you. If the tower This is the first episode of Halfway There. It's an experiment on a non-goal-oriented approach towards mountain and life. Although I prefer challenges and submitting, I also know that the mountain could be much more than that. There's no right way of hiking, only preferences. When submitting is no longer the only purpose, Baiyue will then offer endless possibilities. If the big band ceased to ring, it's okay, 'cause I could sing for you. 什么才是宫顶？应该是我想看到的风景才叫做宫顶吧。当爬山的目的不再是攻顶之后，会有一种突破框架的感觉吧。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像这次我们玩飞盘啊，或是在全谷上做瑜伽。其实，在人生中，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结婚生子，好像到一定的岁数，我们就一定该怎么做。其实我们从这些小地方，我们开始去做改变之后，我觉得路上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会跑出来。If it all fell into the sea, I'd let it sink to the bottom, 'cause I only care about one thing, you know. No, none of it matters as much as you matter to me.